佛祖座下的10大弟子，你知道都有谁吗？金蝉子不在其列，大名鼎鼎的须菩提却是其中之一。神通不敌业力，佛祖拈花而笑。无数经典在他们的身体力行中广为流传，其中一位居然还是佛祖的亲生儿子。10大弟子第一位，苦行第一，摩诃迦叶。摩诃迦叶人格清廉，深受佛陀信赖，于佛弟子中曾受佛陀分予伴坐。佛陀入灭后，成为教团统帅者，于王舍城召集第一次经典集结，直至阿难成为法之继承者，驶入鸡足山入定，以待弥勒出世方行涅槃。禅宗以其为佛弟子中修无执着行之第一人，特尊其为苦行第一、头陀第一，又以拈花微笑之故事传颂不绝。佛祖拈花示众，众弟子均是疑惑不解，唯独迦叶面露微笑，是一种大智慧的体现。故迦叶始终在佛祖左右侍奉，为10大弟子之首。孙悟空见了都得低头，观音菩萨也要给3分薄面。灵山之上他最狂，佛祖身边当小王，连金蝉子去西天取经，正得旃檀功德佛，都要向迦叶上交好处费，可见地位之高。10大弟子第2位，神通第一，目犍连。佛祖的弟子中神通最为强大的一位，7天时间就证得阿罗汉果。大部分寺院内大雄宝殿的中央莲座上，佛陀圣像的旁边总是左面站着大迦叶，右面站着阿难陀。但佛祖最初弘法的时候却不是这样。佛陀成道的最初2年中，舍利弗和目犍就皈依了佛陀。从他们皈依佛陀起，目犍连就站在佛陀的左面，舍利弗则站在佛陀的右面。除去他们到别的地方去弘化，就一直不曾离开过佛陀。佛陀的比丘弟子中有神通的弟子非常多，而目犍连被推为神通第一，就是因为他在教化中常显神通。佛祖虽不许弟子显异惑众，但对目犍连的神通却常常称许。佛门有6大神通：天眼观3界，神足踏9州，佛心知他心，宿命漏尽通。目犍连过去生中本是一个以捕鱼为业的渔夫，常在海边捕捉鱼虾出卖，以这样的方法来求财生活。日复一日，终于有一天良心发现，觉得这种求财的方法是大苦业。他觉得一个人今生应做来生的功德，由于这一念向善之心，他就决意改业为生。没有多久，他见到城中有一位辟支佛，每次走在街上，那静止安然的行为、威仪扬虚的风度，都让他心怀崇敬，因此就把这位辟支佛请到家中供养山摇。可是这位辟支佛虽然外显威仪，遗憾的是不善于说法，唯有用神通化事，不用其他的法门，时候就跃身升入空中，或左或右，或前或后，上下自如。目犍连看到后生大欢喜，发誓来生要求得神通，有志者事竟成。目犍连尊者就因为这样的因缘，今生能皈依佛陀，在佛陀的弟子中被誉为神通第一。目犍连的神通，耳朵听声音不论远近都能听到，眼睛看东西不受物体的阻碍，全部都能看到。无论多远的路程，刹那间即至。他更常常显其神通变异，助佛宣扬大乘佛法。但即便目犍连的神通广大，却也不敌业力，难逃天数。他用自己的神通看到自己的母亲在地狱受苦，很不忍心，然后他就想通过自己的神通，让自己的母亲在地狱能够减轻一些痛苦。他希望母亲能够吃到些东西，喝口水解解渴。但纵然他神通第一，也无能为力，无法改变。他通过神通变出一些吃的东西给自己的母亲，但是他母亲刚要把食物放进嘴边，准备吞进自己口里的时候，食物就变成了火焰，无法吃到。目犍连对此非常不解，就请教佛陀为什么会这样。佛陀说，目犍连母亲过去世多造恶业，所以受此果报。纵然目犍连神通第一，也无能为力，改变不了所受地狱之苦。这就是所谓的神通不敌业力。10大弟子第3位，解空第一，须菩提。在数万听众的般若会上为诸大菩萨说教，佛陀和须菩提尊者一问一答。因为甚深微妙的空的真理、空的哲学，唯有须菩提才能深刻印证和了解。就这样，他解空第一的盛名在神佛中受到普遍的尊敬。佛法高深而博大，我们要真正深入佛法，必须向须菩提尊者看齐。昔年佛祖在菩提树下悟道，所以在佛门之中，菩提一直都是很神圣的一个名字。传说菩提子有种种神妙功效，能静心开悟，增加智慧，水火不侵，天雷难伤，乃是佛门重宝。某位天帝得道之前，就曾在荧惑谷星得到一枚菩提子，凭借它在无尽火域成功存活，最后成就大道，镇压9天10地。须菩提之名在佛祖的10大弟子中也是极为的响亮，并且另一位被冠以菩提之名的，可是猴子的师傅菩提老祖，很难不怀疑两者之间的关系。10大弟子第4位，多闻第一，阿难陀，也称之为阿难尊者，跟迦叶尊者分别侍奉佛祖左右。他是佛祖的堂弟，出家后20余年间为佛祖之常随弟子，善记忆，对于佛陀之说法多能朗朗记诵，故誉为多闻第一。阿难陀天生容貌端正，其身光净如明镜，虽已出家，却屡遭妇女之诱惑。
然他志操坚固，终得保全梵行，于佛陀生前未能开悟，佛陀入灭时悲而痛哭。后受摩诃迦叶教诫，发奋用功而开悟，于首次经典集结会中被选出为诵出经文者，对于经法之传持功绩极大。摩诃迦叶传法于阿难，故阿难为复法藏之第二祖。阿难于佛陀入灭后20年至25年间实际，入寂前将法付诸于商那合修。十大弟子第5位，说法第一，富楼那。富楼那有一个美满的家庭，财产虽然不能说是富甲天下，但也算得上是有名的富翁。父母很疼爱他，但他觉得世间的恩爱与财宝终有别离散失的时候，人生第一要紧的是求得永久的真理法财。因此他割爱自矜，皈依大圣佛陀，发誓要从事真理的宣扬。富楼那尊者出家后不久，即已证得阿罗汉果。阿罗汉是佛陀弟子中最高的果位，破除烦恼，不受生死，运用神通，可以到处自在显化，能够胜任宣说佛陀的教法，实在是一件极其艰巨的工作。因为所要宣说的法，不但要契合佛陀的真理，更要契合众生的根基。富楼那在千万的弟子中被公认为说法第一，当然不是没有缘由的。十大弟子第6位，智慧第一，舍利弗。出身婆罗门家庭，父亲是当时很有名的论师，母亲怀胎时就有异于常人的智慧，据说只是受胎儿的影响。舍利弗8岁的时候便升上论师宝座，语经四座，受到诸大论师的佩服及国王的赞叹欢喜。舍利弗就是舍利之子的意思，舍利子在佛门的地位不言而喻，是至高无上的圣物，是只要高僧大德才能诞生的佛门至宝。所以说，舍利弗在佛门的地位也是无比崇高。佛陀在支援精舍的时候，因怜悯众生漂泊生死大海之苦，轮回在6道中没有一个幸福快乐的归宿。佛陀悟出得救的法门，又怕小根小节的人不能信受，最后选中了大智的舍利弗，认为他一定知道极乐国土的庄严和清净，一定能接受阿弥陀佛的信仰。而作为当机众宣讲极乐佛国的净土法门，这就是《佛说阿弥陀经》的讲说因缘。舍利弗具有大智慧，为佛祖所喜爱。佛陀入灭之前，舍利弗先一步进入涅槃，为的就是来世先佛祖一步降世，替对方扫清障碍。十大弟子第7位，密行第一的罗睺罗。这位的身份可不简单，乃是释迦牟尼唯一的儿子，是佛祖当太子时期和妻子所生。在罗睺罗出世的第7天，释迦牟尼自觉时机一到，也为王室留下了延续，于是便骑着白马出家了。从此以后，父子10几年间都没见过，直到佛陀成道后的第3年，才回到了家乡，见到了长大成人的罗睺罗，于是将他收入麾下，由舍利弗精心教导。20岁证得阿罗汉果，被称为密行第一。十大弟子第8位，持戒第一优婆离。优婆离精于戒律，修持严谨，在密教为释迦院中诸声闻之一，居于释迦左方上列第7位，全身呈肉色，现比丘形，跌坐于荷叶上。优婆离出身在首陀罗族的贱族，命运注定他就是别人的奴隶。身为首陀罗的种族，在古印度是被认作低贱的人，其受社会的歧视，好像一块粪土，不值一提。本来他会像无数奴隶一般的人一样过完一生，可一个偶然的机会，竟然让他遇见了佛陀，并且获得了为对方理发的机会。短短数十分钟，优婆离禅定4次，被佛陀所欣赏。后来果不其然，在舍利弗的引荐下，成为了佛祖10大弟子之一。佛门宽容广大，平等地对待每一位弟子，即便是优婆离这样的古印度人人瞧不起的低贱种姓，也会在佛祖的座下大放异彩。十大弟子第9位，天眼第一，阿尼律陀。在佛陀说法中酣睡，遭到佛陀斥责，后来发誓不眠不睡，以至于双目失明。后来修行有成，开启心中天眼，能看天上地下6道众生，万事万物都逃不过他这一双天眼，被佛祖所称赞，誉其为天眼第一。十大弟子的最后一位叫做迦旃延，议论之法排名第一，从小跟随阿斯陀仙人修行，后来仙人遇见释迦牟尼当成佛，于是在临终前让迦旃延拜其为师。经过勤奋的修行，最终也是证得阿罗汉果。在菩萨未能出世之前，阿罗汉果便是佛祖之下的最高果位。佛祖座下的10大弟子，个个都是非同一般的存在，当然他们都不是最出名的。最出名当属西游中的金蝉子，胆大包天，敢和佛祖争辩佛法，可以说浑身都是胆，也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从最后被封为旃檀功德佛的表现来看，佛祖还是很看重这个弟子的。那么佛祖的10大弟子之中，你最喜欢哪一位呢？本期神话故事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继续。